哈哈哈哈哈哈！魏婴被魏无羡对蓝忘机的称呼逗笑了。忘机兄，魏无羡，我叫蓝二公子忘机兄，很奇怪吗？为何小魏婴笑成这样？蓝湛，还好，大魏婴没有叫大蓝湛机兄。蓝忘机也不知何故，他并不想听魏无羡叫他忘机兄。将他死后如何被系统绑定到魔道世界，以及收魏婴为徒的事情，同阿朱大致讲了一遍。萧峰见阿朱面带倦色，便让他好好休息。阿朱点了点下颌，他乖乖闭起眼睛。没想到他死后2年里，萧大哥经历了那么多，为了阻止宋辽交战，让天下百姓免于战火，最后自枪于雁门关外。幸得被系统绑定，萧大哥和他都在另一个世界复活，就是他比萧大哥晚复活了2年，如今他还有5魄未归，所以才会神魂不稳。听萧大哥意思，这里是系统奖励的空间，里面充满灵气，各种奇珍异宝，是魔道世界修士梦寐以求的修炼宝地。而要他其余5魄归位，萧大哥得继续做系统发布的任务回溯。现在这个世界是萧大哥带着他小徒弟魏婴以及姑苏蓝氏家主青恒君小儿子蓝湛回溯的第3个世界。他要好好休息，养精蓄锐，等那个将什么绵与什么渊赶来云深不知处，他要给萧大哥的小徒弟献捧场。阿朱的想法，萧峰自然不知道，他此刻正问大小望线有没有法子稳固阿朱的神魂，让阿朱偶尔能出一下空间。魏婴沉吟，师父，阿英曾在藏书楼一本典籍里看过有一个珠子可定魂。魏无羡道，小阿英，你说的那个珠子该不会是定魂珠吧？魏婴眼睛一亮，就是它。大阿英，你知道这珠子的下落？魏无羡摇头，我是在画本上看过。魏无羡微微笑了笑，小阿英，你藏书楼里有那多武学典籍，有没有讲关于养魂聚魂定魂阵法的书籍？魏婴道，有啊。魏无羡道，你把那些书籍全拿过来，我们研究研究，自己做一个。对哦。魏婴眼睛亮得惊人。很快，魏婴就抱着一堆书过来，魏无羡看得目瞪口呆，这么多。魏婴道，这些都是我看过的阵法书，没看过的我没有报。魏无羡，大阿英，来来。魏婴招呼泡在灵泉里的魏无羡，咱俩研究研究。魏无羡却问小魏婴，你这里有适合我穿的衣服没？魏婴点头，有啊，不过是上一个世界的大阿英穿过的。魏无羡道，就没有他没穿的？啧。魏婴挑眉，听你这语气，你是在嫌弃未来的自己吗？魏无羡，自己嫌弃自己也不是不可以。或者，魏婴嘿嘿一笑，你可以穿未来大蓝湛的衣服。未来蓝忘机的。魏无羡摸着下颌，目光落向立在一旁的蓝忘机，弯了弯眸，那我不如向和我一般大的蓝二公子借一套。颤了颤长睫，蓝忘机嗯了一声。魏无羡诧异地看着蓝忘机，蓝湛，我还没开口问你借衣服呢，你就答应了。蓝忘机，萧峰道，定魂珠先不急，阿湛，你不是要和阿英去看你父亲，我陪你们一道去。于是，蓝忘机带着魏无羡去净室换衣服。蓝湛则带着萧峰和魏婴师徒俩来到后山他父亲闭关之地。且不提青恒君看到蓝湛时表情有多忙，听到萧峰讲的未来之事有多震惊，就说江丰眠和于子渊夫妻俩收到蓝启人之信，在日落前赶来了云深不知处。2人此刻还不知道他们的儿子江澄已经被魏婴废去全身灵脉，用灵力封住了哑穴，正生无可恋地躺在宿舍床上。江澄是被蓝启人命弟子从云深不知处境外某个旮旯拐角的地方抬回来的，想着等江丰眠和于子渊来了，他再把江澄交给他们。只是还没等蓝启人提及江澄，魏婴就和于子渊以及江丰眠打起来了。他们打就打吧，可为何要在雅室打？真是上午霍霍完蓝氏，下午又来霍霍他的雅室。还好萧峰良心发作，让魏婴出去跟江丰眠和于子渊打。令蓝启人没想到的是，魏婴竟然赤手空拳以1敌2完胜江丰眠和于子渊。可江丰眠和于子渊还是不承认当年在夷陵设计陷害魏长泽和脏色散人死于高阶妖兽之事。就在这时，一个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人出现在他们视野里。那人目光冷凝地盯着江丰眠和于子渊，而江丰眠和于子渊则不可置信地看着那人一步一步向他们逼近。不可能，不可能！
于子渊摇头，你不可能还活着。那人道，于子渊，江丰眠，我和臧色到底与你们夫妇有何深仇大恨？你们要杀了那只高阶妖兽的幼崽，引我和臧色过去啊！长泽，江丰眠牙齿打颤。原来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已经做蛊多年的魏长泽。除了萧峰，没有人知道眼前的魏长泽是魏无羡易容的，而给魏无羡易容的人正是阿朱。魏婴呆呆地看着魏长泽，阿爹。魏长泽转身，乖儿子。魏婴猛地扎进魏长泽怀里，阿娘呢？魏长泽也就是魏无羡道，在你身边。魏婴道，我怎么看不见？魏无羡，让你看见了我就穿帮了。哎，这世上大抵只有我魏无羡自己给自己当父亲，又自己给自己当儿子，也不知萧夫人还撑不撑得住。突然，于子渊的紫电朝易容成魏长泽的魏无羡背后袭来，魏婴将魏无羡护在身后，用带着千年天蚕丝手套的手接住。于子渊，你还说你没有害我爹娘？魏婴将灵力凝聚在掌心，当着所有人面毁了于子渊引以为傲的紫电，又以降龙18掌中的震惊百里打得于子渊五脏移位，口吐鲜血。魏无羡道，江丰眠，你还有何话说？江丰眠道，长泽，那只高阶妖兽的幼崽不是我杀的，是于子渊，是他。这么多年，我一直良心不安，也尽心尽力帮你养儿子。魏无羡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你帮我养儿子？若你们夫妇不谋害我和臧色，阿英哪里需要你来养？这么些年，你和于子渊又是怎么对待我儿阿英的？你就不觉得自己侮辱了待若亲子4个字？蓦然间，萧峰想起自己的身世，若那群中原武林人没有在雁门关外伏击他父母，他应该也不用被义父义母收养，义父义母也不会因为收养他而死于非命，玄苦大师也不会因为是他的授业恩师被他爹一掌打死，而他也不会为了报仇将易容成段正纯的阿朱误杀。不对，就算阿朱把魏无羡易容的与魏长泽相貌丝毫不差，魏无羡也不可能把魏长泽的声音模仿的惟妙惟肖。将江丰眠和于子渊以及江澄用传送符送去乱葬岗后，魏婴回头，正要和他突然出现在雅室门外的阿爹说话，问他阿娘的下落，却见他阿爹大惊失色，萧夫人。闻言，魏婴瞪大眼睛，你不是我爹。萧峰同时开口，无羡，快把阿朱身上的隐身符撕下来。魏婴跑到魏无羡面前，大阿英，刚刚和江丰眠与子渊说话，还有叫我乖儿子的一直是我师娘，对不对？魏无羡没有回答魏婴，而是撕掉贴在阿朱肩膀上的隐身符，扭头对从雅室屏风后面走出来的蓝湛和蓝忘机道，两位蓝二公子，你们快给萧夫人弹安魂曲。其实不用魏无羡提醒，蓝湛和蓝忘机就已拿出各自的忘机琴准备弹。扶住身体摇摇欲坠的阿朱，萧峰看着阿朱毫无血色的脸，眼里满是心疼。阿朱，